3月19号，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该条例于3月23号正式刊宪生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必要工作，确保“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和两制的香港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会带来社会安全，有了安全才有稳定，有了稳定才有繁荣。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聚焦經濟，改善民生。等咗26年8個月零19日，基本法第23條立法終於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正式生效。我哋終於履行咗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嘅憲制責任，完成咗歷史使命。不負中央所託，不負國家信任。正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說，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憲制責任、現實需要。立法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量身打造堅強鎧甲，為香港實現由治及興提供堅實支撐，展現了愛國者治港新氣象，翻開了一國兩制事業新篇章。橫觀世界各地，冇一個國家係授權俾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國家安全嘅法律，只有香港同埋澳門有呢個機會，充分反映中央維護一國兩制同香港普通法嘅決心，顯示中央對香港嘅高度信任，同埋中央寧願等咗咁耐，都仲要俾機會香港自行立法，可謂用心良苦。对此，学者田飞龙也指出，这不仅是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应当承担的重大宪制责任，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要求下的综合性立法。将国家安全的有关事项呢，授权本地自行立法完成，这在中外立法史上应该说是罕见的，反映出这个一国两制下，那么中央对地方的高度的这个信任，也反映出对高度自治的这样一个期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2024年进行的23条立法不同于2003年，因为它面临着就是如何去有效的兼容，然后衔接跟补充香港国安法，并且呢，如何去面对传统安全跟非传统安全构成的综合性的风险，针对香港未来在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它自身的合法权益保护方面面临的一些风险挑战。那么这个立法呢，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综合性跟这个前瞻性，应该说是非常科学，同时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时代性的这样一个理性化特征的立法。就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生效前一天，3月22号，具体负责立法工作的2位牵头人，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潜逃海外的乱港分子将是新法律的首要执法目标。林定国还提到，将潜逃者列为条例施行后的首要执法目标，就是要防止或尽量降低这一群体在海外继续进行一些危害国安的活动，他们也不能再以香港身份从事对香港构成安全风险的事情。林定国强调，不容许对潜逃者提供财政支持。在采訪中，林定國和鄧炳強都坦言，該條例的正式生效來之不易。因為如果你講翻由我哋幾時開始要履行憲制責任，行政長官都講咗個數字嘅，大家記得26年8個月19日，你用20幾年去處理一個維護國家安全頭等大事嘅憲制責任，我諗好多人眼中咧覺得係叫做龜速。就唔係叫高速。26年都未交嘅功課，終於交咗啦，就一身都鬆晒啦。咁但係當然過程入邊咧，就係都係辛苦嘅嚇。我哋好多同事咧都就係通宵達旦嘅咁樣，都係辛苦。咁但係辛苦咧都係值得嘅。實際上，自19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隨着時間推移，香港社會對23條立港國安法成功落地後，雖然亂港勢力已經失去了進行大規模有組織暴力活動的能力，香港走向由治及興的正確道路，但各種政治暗湧、周邊政治風浪仍未止息，挑戰國安的行為轉而走向網絡化和隱蔽化的趨勢。3月24號，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網上針對23條的批評與攻擊，如果是有心危害國家安全，是實際情況可能存在違法風險。
針對嘅就係你係真係有心咧去做一啲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嘅事。咁你睇翻一個客觀行為，有冇係背後你係有啲咩目的？點解咁做咧？你想做啲咩嘢咧？咁一定要睇翻實際嘅個案咧，先能夠做個判斷。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解釋說，面對這種情況，警方會搜集證據，有合理懷疑才會採取拘捕行動。我哋梗係搜證，搜集咗個證據，我認為有足夠嘅合理懷疑，可能會檢控佢。據媒體報道，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自2020年11月5號開設國安處舉報熱線開始，到2023年2月24號，共接獲超過40萬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舉報訊息。此外，2022年6月推出的反恐舉報熱線也收到逾13000條訊息。因應這種情況變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就補齊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漏洞和短板。根據條例，叛國、叛亂、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等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終身監禁；而任何罪行，如涉及勾結境外勢力，均會罪加一等。其中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若涉勾結外國勢力，最高刑罰也是判終身監禁。呢一次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立法咧，係會涵蓋咗一啲港區國家安全法冇涵蓋嘅內容，咁所以就會健全咗、完善咗我哋整個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嘅一個體系嘅一個立法，咁就會喺方方面面任何危害我哋國家安全嘅行為，都會被涵蓋到喺呢兩部大法律裏邊嘅。關於國家機密啊、商業上嘅機密都好啊，咁都係有個保障啦。我們加了2條23條沒有提到的罪行，叫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是指破壞一些重要的基建設施的行為，比方你去破壞港交所的電腦的網絡，那破壞很大。另外一個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現在很多都很擔心境外不當的干預，影響一個國家地區獨立去做出一些政策的決定，或者選舉啊，或者政治的滲透啊，都是非法的行為。田飛龍認為，從23條立法的諮詢文件以及最終的條例文本中可以看到，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在具體制度模式上高度尊重了兩制差異，比較並納入了大量普通法條文和制度，確保香港本地國安立法能很好地與香港國安法相銜接，也能夠有效整合本地多部法例中的涉國安條文，並保持與普通法適用地區有關國安立法和判例法的有效連通。他會用這個指定的法官，會用香港警隊的國安處，會用香港律政司的國安檢控處，也會連接到行政長官跟香港特區國安委相應的這個法定角色。這些呢都使得這一次的條例呢，它就能夠很有機的、很順暢的銜接到香港國安法已有的這個本地管轄的體系當中，提升了香港的這個法律體系與國家法體系以及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律體系之間的這樣一種有機的互聯互通。3月19號，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3號該條例正式刊憲生效。龚先生一直是在香港啊，那麼您如何看待23條立法的立法過程？它是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安排這麼一個偉大創舉啊，整個制度實踐當中，在香港的一個成熟化的，也可以說叫完善化的過程。其實這是中央政府對於把一個中央事權的國安立法，把它特意授權到香港來做，就是要充分尊重香港普通法體系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特點。這個是非常重大的一個非常寬容的，而且是非常的有諒解精神的這麼有包容精神的這麼一種做法。在香港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是一國兩制的這個體制真正落到實地，這是最重要的一塊。我們過去叫短板，其實就是一個一直在這個整個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當中一塊部分的最重要的這個部分呢，我們這個窗戶一直沒修好，我們得把這窗戶修好，紗窗也要裝好啊，空氣繼續新鮮，但同時要防止那個蚊子、蒼蠅啊少進來一點啊。從這個香港的事情發展有一個過程，
那么我们对香港问题和国安情势、国安的这个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也有一个过程。那么黄先生，您如何看待这部条例和“一国两制”的关系？那么通过这个立法呢，我们把“一国两制”更加完善了。完善3点，第一点，香港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法治基础都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大法，这个是进一步加强了。第二点，香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主权领土的一个部分，它的安全是和中国的安全是连在一起的，必须是一致的。第三一点，从本质上来说，香港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人身安全也好，财产安全也好，以及他整个为安全所必须尽到的公民的义务也好，也把它统一在一起了。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法呢是对一国两制的一个完善、一个加强，实际上是更好的诠释了一国两制在理论上、在实践上，特别在安全这个概念当中，它是一个整体。那么，之前呢，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国安条例形成有机衔接之后，今后我们在面对一些乱象的时候，是否会更加的从容呢？应该说呢，香港国安条例啊，进一步完善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之后，我们相信香港以后不会再乱了，特别是不可能再出现2019年那种现象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国安条例进一步去填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些漏洞，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健全了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它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也给更加进一步健全了。因为香港国安条例它对上，它承接了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事法的做了一个对接，那么同时呢，又衔接了香港的本地法律，因为这一次国安条例里边也对香港本地的社团条例刑事罪行条例等20几部当地的法律也进行了相应的适应性的修改，所以这样的话，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它就进一步健全，从此呢有法可依了，法治健全了。那么应对乱象当然就更加从容。连日来，美、英、日、欧盟等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说三道四，一些西方媒体还发布涉港谬论，企图颠倒是非。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个别国家和机构诋毁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对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攻击抹黑都绝不会得逞，都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审议期间以及顺利通过之后，美、英、日、欧不断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那么中方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同时，也针锋相对的进行了反驳。那么对于这部法律，一些国家为什么会如此不安呢？黄先生，我认为首先就是这个法律的提出和通过整个过程当中，西方国家这些主流媒体都对它进行了一些妖魔化。那么现在这个出来呢，他们为了延续以前这种妖魔化这种过程，他们不能通通说我昨天说错，今天说对，那肯定指手画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从意识形态的那个基础上来对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法律进行了一个政治解读，而且他们政治解读是错的，他们延续这种解读方法。从实践上来说呢，由于香港一个特殊地位，以前这些国家都利用香港这个特殊地位呢，进行大量的来损害中国的一些行为和做法。举个例子说，美国领事馆在香港编制近1000人，比他以前做国家大使馆的人都多，各种组织都以什么外交人员什么之类的进来。现在呢，随着这个法律的通过，他们这些活动受到了非常严肃限制，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不能做不了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当然也是一种利益的损失，对他们有如丧失了一个桥头堡。以前确实香港他们是作为一个桥头堡来对中国进行一些渗透破坏作用的。现在这个桥头堡通过这个法律给它从法治的基础上给它拿掉了。
我们知道，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英国也好，他们也是非常重视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而且做起来是雷厉风行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在攻击和抹黑香港的相关立法，之先生怎么看待这种双标的行径？这种双标是很容易能够理解，也很容易能够看到的。小偷不会喜欢惩治盗窃的法律。在香港破坏中国安全的黑手啊，也不会喜欢香港去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但是呢，我们看这些国家，看英国、美国这种普通法这些国家，你会发现，他们自己是极其重视国家安全的，都有自己相对比较完善的，甚至是种类繁多、覆盖全面、惩治严厉。而且有的时候，他们故意做模糊化处理的这样一些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相反，我们看，不管是香港国安法也好，还是香港国安条例也好，它在人权保护的标准上，都要远远高于英国、美国这些普通法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国安立法。你比如说，对于叛国罪，美国一些国家最高刑是死刑，但是香港国安条例呢，它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国安条例特别注重人权保障的这个标准，所以这里边这种双标行径啊，一目了然，又特别容易理解。龚先生，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又应该如何向世界言说，来破解那些攻击和抹黑呢？我觉得咱们无非是两明啊，一个叫说明，一个叫证明。说明就是我们的解读，我们怎么把中国的这个在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的真正邓小平先生当年那个初心，我们这20多年成功实践的经验，各种各样的这种成果的积累，把这个东西要如实的向大家做说明，做一个介绍。所以我说要把一国两制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创新的这种政策的创举啊，要真正让大家都能够了解，我们才能判断谁是别有用心的给咱们捣乱妖魔咱们，谁是真的由于不了解有误解。第二个就是要证明，我认为要实践，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践证明就不是一天两天，要有一个过程。现在呢，整个中国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整个世界呢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全球化遭遇了逆流，世界变得更为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应该如何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如何继续发挥出对国家的独特作用？黄先生怎么看？我觉得首先应该明白一点，就是说香港是背靠大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只要祖国大陆能够保持发展和繁荣，对香港就是个最大利好。从这个意义上看呢，香港的利益跟祖国大陆利益是完全是一致的。反过来说呢，香港也会给祖国大陆发展带来一些独特的积极的作用。所以呢，第一点是我们自己要发展好。那么第二点，我们知道香港之所以独特，就独特它的立法机构、它的法治框架、它的金融游戏规则，也就是经济游戏规则、金融规则这方面的是跟外界的结合度和深度和广度都是很好的。主要就要利用香港这个窗口的作用，因为中国是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个发展的过程。只要中国保持改革开放，香港的作用永远都不会消失。而中国大陆应该积极的强化香港这些作用，在法治基础上，这第二点要做的。那么第三点要做的，香港确实意识到香港经济和它社会有固化的这种危险性或者倾向，就是香港长期金融服务业、房地产。那么现在要利用现在这个改革开放，要反抗这个逆全球化。我认为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市场经济推动的过程，而香港恰恰是个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要推动这个。那么，占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就要有意的推动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利用香港独特的优势，将要抓住这个机遇，积极的发展起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欠缺固化这样一个危险的倾向。香港是会搞得好的。今年呢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5周年，粤港澳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已经收获了成果。想请教一下支先生，您认为这5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打破制度壁垒、实现规则对接、将制度之义变成制度之利这些方面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呢？粤港澳大湾区
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最好的一个战略。它在里边呢，能够找到新空间，能够找到新动能。你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建立国际调解之都，把国际调解总部设在香港。我们呢，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做了一些在数据跨境上，数据的跨境流动上，有利于香港的一些特殊的优惠安排，那么在这种人才的流通上，所以这里边就是已经有了一些这样一些规则衔接上的一些经验。那么下一步国家安全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更有底气的，更加解放思想的去保持香港普通法优势地位，然后呢，在更大幅度上去架规则之桥、架制度之桥、架标准之桥，让整个大湾区它的这个要素资源能够更的流动，让它呢能够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样板。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正式生效，爱国者治港元气满满，香港的明天必定是更加美好。要让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持续璀璨下去，接下来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王先生，简单说就3条。第一条，一国两制绝不动摇，这个我们刚才说过，只要维护一国两制，香港的地位就在。第二个呢，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呢，一定要维护香港的自由贸易港、金融中心、人才交流中心这样一个独特的国际地位，但要有法律中心、法治中心。那么第三呢，就一定要保持香港更加开放的一个姿态。这个开放不断是对大陆的开放，更是对世界的开放。第一个就是一国两制不忘初心，虽然要与时俱进，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要强调不忘初心，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一定要把一国两制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和长周期当中来定位。它作为一个伟大创举，它涉及到中国要走一条新路，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的这种改革开放，这个要把它挂起来，这个大格局和这个框架要讲。一定要把香港的发展放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10年100年无有之大变局的大格局中去看待香港的发展，要坚持和完善，要坚持和发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特别是呢，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征程中，不能让香港缺席，而且要让香港实现更大发展，创造更大的辉煌，发挥更大的作用。